Hello，大家好，我是阔。今天花了一整天把这个后轴的其中一个部分给做出来了，就是后轴的这个主体。今天花了一整天把它建模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后轴有非常非常多的零件凑在一起啊，有这个大的这个后轴的主体呢，还有这个传动轴，然后这个培林，还有这个前盖。还有它这个齿轮。那今天是先把这个最大的这个部分给建模完了。那这个图片其实也是官网提供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每一个部件的名字，还有这些轴承的尺寸。这些轴承的尺寸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了这些轴承的尺寸呢，我大概就可以知道它这个轴，比方说这个圆，的 phi 是多少，然后这根棍子的孔，你看像这个8号就可以看它是一个5×11×4的一个 bearing 嘛，那我们就会知道它的内孔是5，所以这一根轴的这个直径呢，圆棒这个直径就是5哦，所以就是虽然我没有实车在手上，但是就是透过很多说明书或是官网提供的一些零散的信息吧，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台车给拼凑出来啊。那现在就来看看我建模的结果。那这个照片其实也是官网提供的照片，那你就可以从这个照片可以更清楚、更仔细的看到这根后轴的结构大概是什么样子哦。那通常在做一个零件之前呢，我都会大致的先去分析这个结构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哦。因为通常我觉得这样对于我们在制作零件的时候会有比较好的大方向，就是你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要从哪开始。那像这根后轴其实就很明显可以分为这么说好了，分为4个大部件好了。第一个当然就是中间的这一颗，这一颗应该是我看啊1、2、3、4，它应该是一个8边形。一个8边形的锥形体吧，这么说，一个8边形的锥形体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这个圆管咯，这个横贯的这个锥形体的这个圆管。那再来第3个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个在后轴上方的这个算是补强件，这是一个增加后轴支撑力的一个结构。那最后呢，就是这个看这个是1、2、3、4、5、6，也是一个八角形的一个衬套，因为它到时候可能就是这个轴承放在这里面，然后外面会有一个衬套可以套上去，然后外面就是装轮子。那从这一面看呢，可以看到它这边被剖开，那很明显剖开之后呢，这里面就是要放它的齿轮。那这台车我看了比较特别，就是它的齿轮是没有带差速的，所以它等于是前后轴4轮的那个轴呢都是没有差速，都是锁死的哦。那提供了最大的那个跨越还有攀爬的能力哦。还少说了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凸出来的部分，这个凸出来的部分其实就是到时候要跟那个它应该会有支架连接到我们的车架上面，然后来支撑这个后轴的哦。OK， 那刚才看过大概的零件的样子，还有我们大致分析了一下几个大方向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 SolidWorks， 然后先看一下我们的尺寸的参考哦。因为有了尺寸的参考，你会比较有方向，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呢要怎么做。那你看我也收集了很多的参考图片，就是各种收集，不管是在它的官网或是在 YouTube 有其他的玩家分享，我都会想办法尽可能的把
我想要的角度或是零件的画面给它拍下来。那这一张图片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是在官网提供的一个前后轴的一个图片哦。那我这边就是很仔细的把这个后轴的尺寸哦，基本上都给它抓出来了。那这样在我们就是对于我在制作这个后轴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回到 SolidWorks 来看呢，因为它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八边形嘛，1、2、3、4、5、6，对啊，它是一个八边，它一切就是有这个八边形开始的。然后有了这个八边形之后呢，我们再去我的方法就是在两边给它长料长出来啊，因为这个尺寸我之前都已经算过了嘛，所以在长的时候呢，就心里比较有个底要长多少。然后这是运用到了拔模的这个的那个技术哦，对，那拔模的角度呢，也是我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去试，因为我没有实物在手上可以量它到底是几度，所以我就是慢慢的试到我觉得这个角度大概跟实物蛮像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这样子哦。我也不敢保证说我做的就是跟真车的就是非常非常吻合，因为没有参照物在手上拿着的时候呢，我现在能做最多就是这个样子哦。好，那把这两边长出来之后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圆管这个长出来，那这个就好办，这个因为我们刚才都有量过它的尺寸了嘛。然后呢，像这个孔的大小呢，我就是参照着它的培林，就是它轴承的大小，它是5×11×4的嘛，所以它这个很明显，它这个外圈就是11mm 的，直径是11mm，然后它这个厚度是4mm的。那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从我可以收集到的这些资讯里面啊，然后慢慢的把这些特征都给它慢慢的做出来哦。那这一块像现在这个做的就是它的上方的支撑件的，我觉得我这个做的还是比它的细一点，它的可能还要再更宽一点不过也无妨啦，因为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做的跟它一模一样，对吧？就是反正我自己做我自己开心，那至少看起来是蛮像的。OK， 好，有了，我后来是把它加粗了，觉得它太细了，这样子哦。OK，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把它这个地方切开了，就是准备要去挖它的齿轮的地方哦，把这边切开。那这边做齿轮槽，这个是用到了这个用到了旋转除料的一个技巧。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草图，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就是画了一半的草图，然后透过旋转的方式呢，把这个中间给挖空了。现在这个挖空的程度不知道够不够，所以到时候齿轮做出来之后，可能还要再去合一下。不过大致上看应该是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快要把这个壁都给挖穿了。对啊，感觉这个应该这个度数应该是 OK 的。OK， 那最后就是我说的这个凸出来的东西，就是负责要连接，它到时候会有那个支撑架连接到车架上面，两边一样。对，那一样就是这个位置啊，我是大致上看着它的图片去做的所以也不确定这个位置到底对不对，因为反正到时候上车之后还能改嘛，而且这个改其实蛮方便，就进来这里，然后调整这个偏移的度数就可以。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后轴的部分哦，今天花了一整天把它做完。我希望这2天可以继续把这整个后轴的其他零部件呢也给它做完哦。那最好是
看能不能这个礼拜把整个后轴，包含它的狗骨啊，还有它的里面的齿轮，还有一个这个盖子哦，都可以把它做出来哦。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哦，谢谢大家。